来看看最近美军频频有一些动作，在我们的台海这边。我们看到这一则独家报道是来自于林传媒，他说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强森号12号有护卫美国的海军勘测船包迪奇号慢慢的通过我们台海，可是现在又传出了另外一艘研究船叫汤马斯号也进入高雄港停泊。那到底用意是什么呢？是不是要加强台海的这个水文啊、地理以及海洋杂讯的状况的调查呢？因为上一次汤马斯号来的时候呢，是在2018年，那个时间点呢，其实外界有认为这是美方刻意打擦边球。那这一次又有来我们高雄港停泊，那当然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不过美国我们可以说，川普上任之后，对于他们自己在军方的整顿或者是一些人事的安排，也有一些大动作。我们看到这个标题五角大厦的鱿鱼游戏什么意思因为川普主导，他强力主导将军大逃杀，他把好多将军给摘了星星把他们给 fire 掉了。包括你看到这两位布朗以及弗兰切蒂一位是这个非洲裔的，一位是这个女性她其实对于一些性别上面或者是种族上面川普其实有一些所谓的清洗。那另外还有5.5万的美军文职人员，他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可能会收到一些解雇的通知所以像是这个砍预算啊，或者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浪费啊，其实也让很多的制度性的这个改革发生了一些这个震荡。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美军有什么问题呢？说是 F-35被嫌大修太久，而且又贵，所以 Elon Musk 说他磨刀霍霍，可能要把它砍单呢。因为现在呢，据说像是 F-35的全寿命周期成本已经暴涨到一架要17兆美元，太贵了。同时呢，它还有面临着超过1万个部件的维修积压，它的一些零件一些维修现在都不断的被积压着所以呢，美国的媒体就说，可能 F-35是首当其冲会被列为裁减的名单现在他们在砍嘛，相对于中国大陆现在6代战机已经出来了，那会不会被反超？美国会不会被 F-35拖累这也是大家都在关心的事情。而另外，川普不是要节约吗？不是说驻军这个方面他要做大检讨吗？现在他打算把一个地方的美军基地给关起来，在希腊。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图他要关的这个地方，他下令要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叫做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在这里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这个地方它位置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它往东欧的地方，在黑海这个方向。往南控制的地中海还有南欧，往西你也可以看到像是这个中欧这些地方，南欧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其实对美军跟北约而言，这个基地是东南欧行动的重要后勤中心，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它的战略位置，我刚刚说了，中欧、北欧、东欧的军事提供门户，而且它也是一个天然气的入口点。如果说你把它给撤了，未来是不是会对于盟国包括北约来说，都是一项负面的消息呢？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造军舰或者是军机的速度现在非常快所以我们看到埃及说是一项消息它接收了首批的歼10C1这款飞机它超快交付很快的你下订单它就交给你了，而且很便宜那埃及空军已经拥有上百架的美制 F-16战机，可是因为过久这个已经过时了 old fashion 了，所以呢，川普曾经说我会向埃及出售 F-35战机，可是最终遭到以色列反对，以色列说不行，你不可以卖给埃及，所以后来他们只好转向跟中国大陆来买这一款战机。而另外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AI 讲到一些机器人无人机当然是未来战场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现在中国有一种反无人机的武器那也引起中东地区的关注他们也想买来如果有人用这个无人机攻击我们的话，我们可以买过来作为反火箭、火炮和迫击炮以及超短程的防空之用。而另外，美国的盟友现在
也害怕解放军某种程度，如果你美军一直缩减像是撤军啊或撤基地的话，他们也会担心嘛，中国的武力会越来越强。说是美印泰司令示警，解放军在台海增长到42旅。兵推指出可能形成1.6千里的死亡闭环，什么意思它可以透过航空母舰搭载的这些战机啊，还有空警机啊，组成一道1600公里的半径的死亡闭环。如果还有加油机的话，它可以飞更远，所以会延伸到2000公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警讯所以这是美印泰司令的示警。而另外，纽西兰的防长国防部部长柯林斯他就说，因为中国它的军舰太强了，所以我们要增加国防预算，从 ICU 走出来，从加护病房回到普通病房。所以现在世界的局势是不是也悄悄的有一些改变了？来，请教老师。先谈纽西兰的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纽西兰几百万人口真的太小那么澳大利亚也没几万人口，军队也不过就实际服役的大概就6万多人他们的两国的战舰合起来12艘。那中国大陆在这2天到了澳大利亚跟纽西兰的这个海峡，那是国际公海在这个地方举行实弹操演的时候，就是3艘战舰，一个是这个巡洋舰。1万吨以上的12000吨左右，一个是054然后另外1艘是补给舰，所以是远洋在那个地方航行。那在这个地方举行实弹的演练，然后它本身垂直发射器就是有112枚，1000公里就能够打到这个船上。所以对于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加起来12艘战舰，它1艘战舰就可以消耗掉你的这个整个海军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防部长讲的话，只是说让自己安慰了，我们就要把它称为吃安慰剂因为他事实上对于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也好，或是对纽西兰也好，他跟中共的军力，跟大陆的军力来比，他是完全没办法打的这个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大陆的这个军火尤其是战舰、战机跟导弹卖到中东地区的国家越来越受欢迎。最早是无人机，那现在我们看到战机的在中东地区的实际上的运作的情况看起来它很受欢迎，所以它的销售量越来越大的话，那中东的这些国家跟大陆本身建立起更紧密关系那么就一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从过去是从沙特阿拉伯，然后阿联酋，现在已经发展到埃及这也是一个大趋势。我觉得美国空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里，这是美国国会。他们对于这个政府机构有没有浪费，或者是有没有效能，做了一个调查。这个研究室是蛮庞大的。他们的调查的结果是认为美国的空军出了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本来是要从4代机转向到5代机了。那希望说5代机未来成为美国空军的一个主力，因为美国它很在乎它的空军。例如说，美国现在的空军在全世界还是最强大的，有5000架的战机。可是他们发现，你要维持5000架的各类型的战机，你需要编列的预算至少已经是在2025年的财年要1880亿美元左右。那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预算，可是他们在计算他们能够产生的效果，他们发现效能实在是并不理想，特别是5代战机。例如说，他们发现5代战机 F-22的出动率，就是说，例如说我有100架，那我能够出勤几架，接到命令就能够出动。他们从以前的50架已经降到只剩下40架，就40%的出动率。那这个就是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然后 F-35战车是最新式的战机既然是最新式的，而且是刚刚新建造的这些 F-35战机，结果它的出动率只有50%。那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达到65%，可是达不到。然后他们就开始去追究原因，为什么 F-22能够出勤率越来越低，就是因为它生产线关掉了，所以它的零料件的补给出了问题了，还有就是造价太昂贵，维修人员不够了等等。然后好，那既然 F-22是如此，那 F-35呢？他们发现 F-35的情况更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它的维修完全依靠民间，不是军方来维修。洛克希德马丁。那洛克希德马丁在培训维修人员，跟他的零料件的补给生产线，还有就是，例如说对于稀土被管制了以后，它生产跟不上来，结果维修率竟然只能够满足到30%，
那这个对于美国的空军来讲就出了问题了，就维修率就有30%，然后维修时间传统4代战机120天，结果他们大修竟然要到180天，那等于是又多了60天。我想这个对于美国的空军来讲的话，他们就开始考虑5代战机是不是还要这样子来发展。是，来请教将军，将军最了解这个问题。对，美国的 F-35的它的妥善率偏低哦，就是军火合约商的问题，因为它一架飞机啊，5万多个零件、组件还有系统件太多了，都是这个几千家的这些合约商供应的这个 F-35的各项的零件，包括它的心脏，就是它的发动机那么多，他要去把它这个都要去整合，都要去兜齐，这些大公司都是为了保护它的智慧财产，因为它的智慧财产不能释放，不能释放出去。那这个都有它一个保障的一个合约的规范，那他也不愿意释放，那美国空军也不能修啊。那这样子的话，变成大家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这个饭碗呢捧得好好的，把他智慧财产保护好好的，就造成美国能够获得的这些零组件、系统件这种备份件就少了，都被控制住了。那这样的，而且美国的机队哦，不是光是美国各地散到各个地方，美国机队还有在海外的，还有其他的他的盟邦盟友的这些机队也是 F-35，这怎么办？搞得好大，但是大家的备份量不够，大水库就小了，小的话这个抽成量就不足，那这火山率就下降，变成这个状况。最重要的是它的合约商太多了。那系统件每一个都把握，这个有火控系统的、雷达系统的、起落架系统的、发动机系统的、滑油系统的，还有它的敌我识别系统的、泰康导航系统的，太多了。怎么样？都是各个公司都把握，没有一个公司可以包山包海做出一架飞机，都是大家系统件过来，我来做，是这个样，但是没办法整合。这个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智慧财产，他也不愿意释放出去，因为这是他吃饭的家伙，释放出去的话就没有了。所以变成这个状况，所以不只是 F-35，包含它的 F-22，当然 F-22在2011年已经停产了，已经停产14年了，那就变成消失性伤员。那它消失性伤员就要客制化，一客制化就贵了。对，所以 F-22更妥善率更低，大概只有40%妥善率，所以更差。那我们现在看到埃及的空军呢，埃及的空军原则上也是一个大拼盘。有欧洲系统的，有美国系统的，美国系统 F-16嘛，欧洲系统标风战机跟幻象战机，它幻象战机有19架幻象战机也有俄罗斯系统，包含米格29，包含米格31，它也有啊。那它现在呢，开始慢慢整个要向中国大陆，它的这个教练8就是 K8教练机，向中国大陆买了120架，摔了1架，现在还有119架。它现在那这个教练8是中国大陆的，那现在呢，包含歼10C，你看外面加了个一就是埃及嘛，也外销它。为什么？因为上次飞行表演队过去就是歼10C，那歼10C单发动机，又能够做特技表演，表示这个飞机很稳定，非常安全。如果不稳定不安全，不能做特技飞行表演，这空中万一相撞，万一掉到地上怎么办？对，他就买歼10C了。那我判断埃及是以3步走，先教练8买了119，现在买了歼10C，下一个将来准备是5年10年后就买我们讲到的歼35A 逆中。因为中国大陆原则上歼20不太外销，要外销歼35，歼35，可能就这样子，所以它现在走第2步。那这样的话，美国会慢慢退出埃及的这方面市场。对，因为以色列不愿意，要以色列点头啊，他们2个死对头嘛。以色列阻止，美国挺以色列就不会挺埃及了。是没有错，那这就是美港所在啊。来请教玉芳委员，你知道很多的国家它的要走向衰落都是要在最强盛的时候埋下了它的种子你像这个汉朝汉武帝很风光啊，你看派这些大将卫青啊、霍去病啊这些这打匈奴，这是拓展这个汉朝的声威土地还有声威是，可是那个花钱真的花太凶了。你想想看，带这么多的军队到沙漠里面去，你一天要喝多少水，要吃多少食物，完全靠人力、兽力这样在运送。所以汉朝的真的败亡，西汉的败亡，真正的原因就是好大喜功那时候埋下来的。你美国现在也是这样子，你说他现在有630架 F-35，他想要发展到1800架，你要这么多的战斗机做什么？对不对？你要做什么？你要打仗吗？对不对？你真的还想再打一场越战，一场像阿富汗这样的战争吗？
而且打这场战争需要这么多这么昂贵的飞机吗？我看他又看那个资料，我都不敢相信。说2018年的时候，估计说维持这么大的机队哦，一年哦，大概要2018年的时候估计要花大概1.1兆美金呢。到了5年以后，估计要花1.58兆美金。兆美金呢？1兆美金是多少台币啊？太可怕！拜托，这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其实美国真的，你在全世界维持这么多军事基地，也就是荒谬。我认为川普有一点好大喜功到头昏脑胀，没有坐下来谋定而后动。他真的要减少他的国防部的开销，其实应该从海外基地先删除。他现在很多的战机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飞行非常远的距离，而且你有了飞弹，根本你人不用出去，飞机不用出去，你再按飞弹，飞弹都可以飞出去了。结果而且你还在全世界维持11条的航空母舰，遍布5大洋，是。结果你还需要维持这么多美军基地。我告诉你，我想连川普都搞不清楚美国究竟有多少基地在海外。我查过很多资料，没有一个资料是两种资料是一样的。重叠的。你知道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它的基地可大可小，大了可能是真的可以放像德国的这个日本的，可以放几千人、上万人。是。可能它有小的，只是一些监视站。可能有3个、5个人，可是那个开销也很大，因为那个仪器设备大概也很贵。你维持个上百个、几百个，不是上百个、几百个基地在海外做什么？这叫好大喜功嘛。所以其实真正川普要砍呢，是砍这种浪费才对。而且他现在可能也在着手在做了，现在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没有谋定后动啦。是，而且你先砍这些人，而且你砍的这个将军是有那个有涉及到种族问题。人家已经讲了，你川普的再次伟大，美国优先，其实就是白人优先，白人主义。你现在因为他这个黑人，你把他拉下来，是，而且川普也被认为说对女性比较歧视的。没错，你把一个女性的一个这么大的。这么重要一位将军也拉下来，你拉一个黑人，一个妇女，你这个对整个军队的黑人跟妇女的这些女性官士兵的打击，心理打击是很大的。是没错，因为川普的关系可以让全世界的新闻不断的一直在发炉，我们也一直追着他很多的政策在跑。不过你可以看到呢，他去了欧洲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乌克兰的问题。现在乌克兰战争要怎么落幕怎么样可以保证这些乌克兰可能更多的利益？我们先来看看川普他怎么讲。他说美国跟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已经快要达成了那你泽伦斯基也快要签名了，也要签署了。那乌克兰你要收复回你原来的失土，这个不容易基本上他就是要把乌克兰给压到底就对了泽伦斯基看起来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像是这些稀有的矿产川普想要。那普京就讲了说，如果你想要这些稀有的矿产的话，我们俄国有更多你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开发感觉在吃豆腐。那另外泽伦斯基希望中国为和平做出贡献，北京呢其实有点冷回他就说重谈旧调其实他从战争发生到现在他讲的都差不多都说希望一直同有关方面保持沟通，致力于为止战凝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搭桥大概他的这个调性都是这样。那现在习近平跟普京也通话了两个人说我们中俄是真朋友，我们背靠背我们的友谊不散。可是呢，包括这个欧洲人，他的看法当然不一样，他们对于川普的做法其实是反对的。我们看到英国跟法国的总统还跑去美国，想要川普回心转意你看到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修正案美国的草案就遭到欧洲各国来修正来反对所以最后美方弃权对于乌克兰的立场提案取得了胜利。可是这对于乌克兰到底有没有帮助呢？我们先看到英国，他率先宣布要投入8亿元，加倍的支持乌克兰的军事医疗那川普说你欧洲是借钱给乌克兰打仗他跟马克宏见面的时候，马克宏立刻纠正他说我们是给不是借，
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哦。其实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上演了亲昵兄弟情哦，还互相用力的握手啊、拍背啊、拥抱啊、碰膝盖呢，还有拍他们的各自的手臂，看起来非常麻吉麻吉哦。当这个马克宏当众打断并且纠正这个川普的发言，川普并没有发怒，他没有生气耶，反而笑了哦。所以英国名嘴呢就大大的赞赏马克宏是最会和川普打交道的人了哦。其实大家也看不懂哦，这个川普到底对马克宏是不是真的欣赏，还是有其他的用意呢？哦。包括你看到呢，美欧哦，现在裂痕已经浮现了哦。其实很多欧盟的国家哦，对于川普的做法是不同意的。路透就说了，川普跟马克宏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有严重的分歧，而这个川普啊，他很会给人家洗脸，包括波兰的总统已经等候他1.5个小时，大家看一下，这是快动作哦。波兰的总统他静候川普的这个会面，等了1.5小时，这个川普大迟到哦。他访问美国，早早就抵达现场了，并且在走廊上不断的踱步再踱步，原定跟川普进行1个小时的会谈，最后因为川普大迟到，只剩下10分钟，的确很难堪哦。川普真的很不给人家面子，好歹人家也是一个总统嘛。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川普对于德国新任总理梅尔兹他发了一个贺电，可是梅尔兹呢是狠狠的修理了川普，某种程度回应很强硬哦。他说这个马斯克有介旋，特别是公开挺极右翼。大家知道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是跟这个这个就是 Elon Musk 麻吉所以他就指控说你川普或者是你很亲信，你很这个信任的 Musk 去支持 AfD 所以他很生气说你介入了我们国家的选举。不止这个马斯克力挺德国这个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还有一个原因在中国大陆也大受欢迎，包括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影片都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网页上面流传，而德国的大选结果举债扩军可能会被封杀我们看到呢，中国的贸易团现在访问德国，讨论大选之后的汽车问题以及关税的争端。来请教赖老师，这个普丁在吃泽连斯基的豆腐那他就跟这个川普说我们这边有稀土了，你不需要跟乌克兰要稀土你可以跟我合作，到我们这边来开采。那边是哪边？是乌克兰它的占领区因为乌克兰的稀土绝大部分是在于乌东地区，那乌西它是铀矿跟钛矿，那乌东地区里面有1半以上是在俄国所控制的那些顿涅茨克这个地方卢甘斯克等那也就是说有1半以上是在那里。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1半以上的稀土是有价值的，已经被开采，而且证明是有的所以是可以继续投资，马上可以获得比较丰厚的回报的。而你还没有开采的，它的风险高，因为目前有很多的分析认为说它的那个稀土的含量不够厚，所以你开采划不来。所以普丁已经在吃泽连斯基豆腐，而且跟川普说你不需要跟他合作，你跟我合作就可以了不需要，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支持他继续对俄乌的问题那问题是在于，川普不但对于乌克兰抛弃了，他也对于欧洲人开始进行羞辱。这次周一的时候是本来是讲法国的总统跟英国的首相是联袂的从伦敦、巴黎连夜坐飞机赶到这个美国来。那主要的目的是要阻止美国在礼拜一的早上9点美国的时间礼拜一的早上9点，那么推出美国的提案。所以法国这边就要求把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开会的时间往后延到他跟川普讲完话之后。那他的理由是说，要联合国大会结束以后才召开安理会的会议。那他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推动乌克兰的决议案，这是欧洲他们所联袂来做的。那他们估计大概可以获得90几张的票。那也就是说，但是联合国大会是没有决策权的，他就表示国际舆论的意见，大部分国家的态度，可是没有决策权。但是安理会却有决策权，所以
马克龙他的要求是如此，那轮值主席是中国，中国就把这个法国跟英国的提议就提交到安理会来投票，结果安理会在投票程序要不要改时间的时候，那法国跟英国输了，所以时间还是维持原来在9点开。那这包括韩国等都支持美国，因为美国坚持就是9点开，那因此那个投票的结果维持9点开。马克龙，你看他笑得那么灿烂，其实内心里面痛苦不堪了，因为他在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安理会已经表决通过了10-5，也就是通过了美国提的决议案，而这个美国提的决议案里面，法国跟英国这2个国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否决的，结果他们没有勇气，他们不敢投下否决票，他们竟然投弃权票，你看多丢脸啊！是，这是国际现实。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玉芳委员怎么看像是俄乌战争到底应该怎么结束？我跟你讲，我本来是对泽连斯基是有意见的。你看不出来，人家设个局在那里，你就跳进去吗？对。可是我现在同情他，你只能说他不够聪明，不是一个很聪明的领袖。可是整个过程中，美国的参议员2党组了一个访问团到了乌克兰，他们回来都说，在过去这几年，泽连斯基实在很努力的在团结他的国家，对抗俄国。有个参议员讲，俄军也没有想到他们会遭受到这么大的反击。所以泽连斯基功过相抵，我认为他是不错的。到这时候这么坚强，而且敢为了国家的尊严跟利益，敢跟川普说不，这个我就觉得他是有气概。但是我其实非常欣赏这个马克龙啊，不是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就想追女老师了哈，但是他坚持啊，他这几十年来没有其他的罗曼史啊，对啊。不像川普这么热闹，这么浪漫了，他很专情，很专情呢。所以他品味不错嘛，对不对？高中就有好的品味了。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其实所有这访问里面，川普被打脸打最重的就这里。川普现在要说你拿矿产来相抵5000亿，好，你美国有援助这个乌克兰这么多钱吗？没有啊。第二点，你援助他的时候，你美国国会通过的时候，有没有附带条件说我是借你的，你要还我？没有嘛，都是援助嘛。对。所以他现在要把欧盟拖下水，说你现在欧洲这些国家，你们是借钱给乌克兰打仗。马克龙马上讲说我们是给的，不是借的。对啊，有guts。我告诉你，这句话就等于说你。川普是老大，马克龙是老二也好，然后就打你一个耳光。没错，我们欧洲可能没有你那么强大，但是呢，我们很有气派，我们给了就给了，不会说给了人家还要，而且要回来是2倍的要回来。所以我觉得马克龙真的是不错。我希望法国跟德国的新的总理合作，就像他们的以前的这个德国的总理一样，这样子。我认为权力失去了平衡。川普才今天这样的嚣张，我认为这个世界摆应该多元了。一个桌子至少要3个到4个角才会稳定。没错，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这个时间留给将军。这个欧盟跟美国之间对乌克兰战争呢，它有3大矛盾。这3大矛盾呢，没办法解决。第一个就是讲战争，这个欧盟啊，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希望乌克兰继续打下去，但是川普希望停战，不要再打了。双方的死伤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要再打了。所以这方面呢，调不拢，我认为会走到美国的方向，因为毕竟川普的在世界各地，美国在世界各地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第二个矛盾呢，就是领土。那个川普是认为这个乌东地区啊，就要给俄罗斯，那个乌克兰啊要割地求和，就是这样子。但欧盟又不能割地，要光复。但是问题是，乌克兰没有这方面的战力，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去收复他的失土，是没有办法。所以第二个矛盾呢，我认为也要偏向于美国，也偏向于川普在这一面。第三个矛盾呢，就是制裁俄罗斯。
美国认为不要再制裁俄罗斯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老师，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南韩最近真的是多事之秋，有很多政治上面的、社会上面的一些动荡。今天最惊人的一幕在这里，就是南韩高速公路一座新建中的大桥突然坍塌了。我们透过影像来看看这惊悚的一幕哦，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엄상현 기자 나와 있습니까? 好， 네, 这是 충남 透 천안시 过 고속도로 공사장에서 그 아까 천안 쪽에 떨리더라고요. 다리 두 正在新 지나가자마자 建中的高速公路，突然一段一段的从天空中直接垮下来，很像是一些灾难电影里头的情节。到底详细的情形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现在还不能掌握。不过必须讲哦，这个造成了一些悲剧。5个人死亡，其中8个人被活埋。那当然有一些人被救出来了哦，那还是有一些人都还在挖掘当中，而且底下其实有民宅哦。对于南韩来说，这是一集不幸的事情。可是哦，我刚刚讲的政治上面的动荡，那就是要回到去年年底12月3号，尹锡悦企图戒严失败，然后一系列的我们看到。济州航空的空难啊，造成179人死亡。今天据说还有另外一架飞机在降落的时候，看起来也是发生了一些困难。南韩对于美国来说是如何的重要呢？它是美国在亚洲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包括您看到它的位置，这是北韩，这是南韩。它某种程度帮助了美国抵挡了来自北方的这些像是俄罗斯像是北韩以及中国这样的势力所以是在第一岛链上面。那在2战期间，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建议用原子弹，干脆你不要靠这一条线，你干脆把它炸毁，像是桥梁啊、隧道啊，把北韩跟南韩完完全全的把它隔离那个时候甚至有出这样子的话。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的外交政策跟上一任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不同，包括他自己的盟友北边的加拿大跟南边的墨西哥要课征这个关税这件事情他没有放弃因为本来只是暂缓，那下个礼拜就是暂缓征关税的期限到了。现在川普说我们会如期去征收你的关税。可是川普先生美国可能需要加拿大的农民你看到有很多的媒体都在做这样的报道，因为美国每年要消费来自加拿大农业超级大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品它供应你很多粮食。如果你要升级这个贸易战，美国人会面临巨大的痛苦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民众便宜的粮食可能买不起了，包括油这是连锁店你通通可能都要涨价了。而川普上任之后说通膨会下降，可是没有长期通膨预期指数已经创新高了。所以我们看到 CNN 的最新民调说，62%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在应对通膨方面做得不够。华尔街机构也难得的示警说，美国的经济将陷入停滞型的通膨，美股今年恐怕会跌个10%所以你可以看到华尔街这些人空头法人很担心，怕美国的经济可能陷入停滞型的通膨，导致今年美国的股市下跌。所以呢，有一些所谓的策略师就说，川普征收各种商品的关税计划可能扭转经济通膨的下垮的这个通膨下降的趋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一些这个川普正在进行中铁腕的闪电式的进行中的一些政策对很多人来说是人心惶惶，不知道前景未明。可是川普的关税战是不是推了中国一把？他当然也对中国寄出一些关税，可是美中的贸易战已经打了6年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有2党的议员已经提出立法了，要加强商务部对抗中国的经济规避关税希望可以更加紧缩。可是
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变。地缘政治专家就讲哦，这要归功川普的善变跟好斗。这是国际政治分析师阿比舒尔在日经亚洲专文里头说的。川普上任后对全球带来的不稳定性，可能为中国打开与各国关系回暖的机会之窗。因为跟你美国交往可能有一些变数，那我干脆绕过你美国，我跟中国来做一些经济上面的交往。而我们看到在农历过年期间的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确引起了一些震撼。现在说是已经超越150万模型，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开源大模型。而在机器人跟 AI 的领域上面，中国大陆看起来也在前进。包括你看到深圳的重禽成功的研发了这一款机器人，在画面上，这个机器人可以做前空翻的特技，它从行走奔跑现在已经迈入了复杂的运动所以的确这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个是展现了一个高超的技术实力你的算力各种的这个实力都要更加的进步才行。习近平现在呢，这个会见的马云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马云某种程度被封杀了，可是现在阿里巴巴说他3年要投1.7兆元来建设 AI 像是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猛。那星链这是 Elon Musk 的星链，现在出现了劲敌。中国有一个叫千帆星座看起来也在追紧的赶上这个星链的进度了。我们先来问问看这个玉芳委员怎么看包括南韩最近发生这些事情，而川普因为他现在政策在关税上面都还在进行大家是不是也都还在观望中？现在这样讲，我们常常讲说政通人和嘛这个看起来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不和嘛，人不和嘛，所以在斗争，南韩斗争很厉害。那这样呢，你的整个的政策的这种推动就会出很多问题了。这桥因为这么大的一座这种高速公路上面桥梁这样的崩塌，透过国际媒体这样传出去对南韩形象不是太好。很多的国家，像韩国也是个外销的一个大国，各种这个在国际上推销它的各种的这种产品甚至它的那个要承包国外的这种建设的那个重大的案子，这个都会受影响的。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这方面占点便宜？你看它在中国大陆盖了好多的桥，盖了很多的公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这样在做，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对，这个就是它在海外会有市场。譬如说，别讲它货品，譬如它在这个印尼帮他们造这个高速这个铁路这些等等，所以这个国家的这个建设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国际的形象跟你的国际的商机的。讲到这个韩国其实韩国以前是真的，它这国家也是命运也是当然有点坎坷了我们其实也是了。其实韩国，我们现在大家很重视它。刚刚主持人也讲了，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好像它这里也可以作为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好像战略的先锋，挡住了这个北韩，挡住了中国大陆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在1950年1月12号，美国的国务卿丁艾奇森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防线是怎么来的？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冲绳到菲律宾，我跟你讲，南韩跟台湾根本被划出去。对，这个就是引起韩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金正恩认为说你美国显然已经把它排除在防线之外了，所以呢，我来揍你北韩的话，南韩的话，你美国也不会出手相救嘛，就这样子。所以这当然是个历史，它值得我们去思考。讲关税的问题啦，美国这个就是川普总统做事情，我觉得有点像过动儿，当然也是因为狂妄之大。当然他狂妄之大，他有资源嘛，他是站在美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在发号施令嘛。我上次说过，如果你不是美国的总统，你是任何其他国家比如第三世界的开发中国家一个总统，我会告诉你，你讲话他可以把你当放屁不会去听你的。但因为你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
所以你就自意而为了。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管你做成做不成，你就搞得天下大乱嘛。对，譬如说你讲说你加关税的事情，你们想想看，光讲农产品来讲，一定会造成你的通货膨胀。美国几个最大的农产品的这个它的产品就是内销，不是讲内销，就是说有几个国家卖最多农产品进入美国的市场，墨西哥、加拿大、法国，可能还加上意大利这些国家。那你想看，你就对你的上下这两个邻邦要扣25%的税，对的关税。那你有没有想看看，你讲的这两个国家，就是你农产品进口的最重要的、最多的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墨西哥。那你这样子关税，你现在马上1个月到了，你要不要扣？你不扣的话，你完了。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扣，你就言而无信。青菜公共，以后人家不会鸟你，你说什么人家不会重视你。你要扣的话，别的不讲，农产品马上25进来，这个转嫁到头上，美国的消费者头上，中低收入的这些人就会非常的痛苦。是，其他的产品就不用讲了。现在我觉得它非常不好处理的，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税，你现在怎么处理？是，对，而且他说一定会征收。一定会。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你美国有没有替代品啊？就是说，你现在对于加拿大跟墨西哥，你对于它的农产品要征收关税，而且在这一次跟马克龙见面的时候，他还说我们一定会增加关税啊。那也就是时间到了就启动了嘛。可是问题是，当美国的消费者知道说你要增加关税，而且你的意志是如此的坚定，因为法案你都签了。那预期心理上已经开始囤货了，是。那一旦囤货的时候，它的物价就开始往上涨了嘛，因为都害怕不够，就开始囤了。那往上涨，所以已经有一波的物价开始往上波动了，这是已经在国内发生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时间到了，那如果出口商他不降价呢？就是你没得替代嘛。例如说你要那个这个麻籽油，你根本没有得替代。因为我加拿大生产最多量，你美国根本不够，那我就直接卖给你，你增加关税由进口商来吸收的话，那进口商是不是还是反映在消费者身上，还是让往上提价？像酪梨，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其实在台湾也开始会陷入有点紧张了，因为这些酪梨未来它进入美国的时候，它如果也不降价，那对于南方的很多，尤其是美国人的食物中，其实很多人还是使用酪梨，那是不是也都会这样？鸡蛋已经出现了，又出现鸡瘟，美国出现鸡瘟，现在又要进口，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川普他迷信他的关税战有效，可是如果说这一些卖东西给美国的，他都不降价，因为他认为你根本没有替代品，你的国内的生产制造量根本没有办法去取代的话，那我不降价，那是不是造成通货膨胀？川普的民调已经从53又往下跌破50%了，最新的民调出来了，跌破了50%。为什么？因为绝大部分都反映在物价开始高涨了，对，然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糟。换言之，就我要你一个新的总统上来，是因为我过去4年拜登任内的时候，我们的经济一塌糊涂。那你现在川普进来了，我们希望你改善我们的经济生活，结果你上来这1个月内，我们的经济生活还是没有获得改善，而且已经越来越明显。非但没有改善，而且还在往上提高他的生活成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满的情绪开始在出现。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绝大部分的人是强烈的反川普了，那共和党是强烈的支持川普，可是中间的选民开始往另外一个反川普的方向在移动。这个对川普来讲，继续搞下去，相当有可能他的民调支持度如果一直往下跌，明年国会选举，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参众两院的话，坦白说，他的这个帝王的时代就提早结束了。因为他现在敢为所欲为，就是因为共和党的国会的整个议员很软弱嘛，都没有人敢跟川普叫板嘛，所以等于是他自己执政党他就
等于是行政部门掌控的国会部门，那这样的情形他才为所欲为，完全执政。可是，一旦被民主党拿走了以后，是他就不可能为所欲为了，他的时代就结束了，美国就提早跛脚，大家就看了美国好戏。就看他跟国会天天吵架，再吵2年，美国就更加衰败。我们看到大陆这边的 DeepSeek 为什么这么强？它才问世1个月就突破了1.1亿的下载量。当时不管在台湾绿营的，或者是美国啊，有些人就开始攻击说啊 ，DeepSeek 没那么好。但是我们市场告诉你，它就是这么的强大。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告诉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下载。很好的城市，很多人开始在做了，而且很多人做的分享的经验都越来越好，所以它推广的速度当然就越来越大嘛。相对来讲，马斯克的那个软件我们看到就基本上就不行了，所以你看声音不见了，从推出来到现在下载量根本不敢报。是将军。美国对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这个调征25%的关税啊。这会造成它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因为关税增加了，这些买的东西一定会变贵了嘛。那变贵的话，我认为川普他可能就是为了同一个标准，他通过均匀关税，大家都25%，其实要差异性关税。对，有一些这个农产品啊，这个民生必需品啊，那可能这个关税要低，那可能跟非必需、非必要的奢侈品啊可以25%，要这个样啊，不是说统一标准，通通都25%。那它的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物价就上涨，物价上涨一定要维持强势货币，强势货币要提高利率才能够维持强势货币。那因为提高利率，大家就不投资了。这个利率一提高，股票市场一定会相对的就下跌了嘛，会这个状况啊。所以那相对下跌，那美国股市下跌对全世界的这股市都会有影响，也就会相对的下跌了。所以美国这个关税战呢，它不是光只是影响到美国，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各方面的领域，所以我认为今年的美国的通货膨胀，我认为是不乐观的，因为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所产生的相对的后遗症，一定会达到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要比以前高。第二个，我们看深圳的这个机器人，大家都知道 AI 没有问题，算力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了那个机器人里面它里面传感线。它里面的传感线呢，跟它里面的线路啊，它里面的线路跟那个头发发丝差不多，比发丝稍微粗一点。你看它的身体各个关节都有传感线跟电力线，它这个电力线呢，每一次个动作，这个电力，它已经可以凹3亿次哦，你不断掉，线不会坏，3亿次。我们这个关节没办法3亿次，它可以3亿次。你看，又在高温、低温的状况，又在跳动、震动的状况，又在还有温度，除了温度变化之外，还有湿度的变化。它这个传感线跟电力线都还不会变质，到达3亿次，这是它这个技术上做了突破。如果有哪一个线路，或者有那个传感线故障了，它这个关节直接没办法动了。为什么？你要换线啊，整个线条都换，它传感线都是布了插到全身的各个关节、各个的地方。是这个样，它突破了这方面的技术的障碍之后，让它很灵巧，跳来跳去之后它不会故障。为什么？它已经经过验证，我可以动3亿次的手，重要的关节可以动3亿次，而不倒，而不平衡，而那个平衡呢还能够继续保持，不会跳了或者故障，或者机器人呢秀抖了、短路了，这个状况，我认为它的传感线跟它的电力输送线在技术上得到了一个相当的突破。是他真的这样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运动员。哦，真是我刚刚看那个画面，对，的确蛮厉害的哦。